苏婉晴，彩礼18万，3金8万块，现在转给我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婚礼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亲戚都坐满了。这笔钱现在必须回到我账上，不转，这婚就别想结。这是秦泽远的意思吗？别管是不是他的意思，现在是我在跟你说话。我得知道为什么。没有为什么，我儿子娶媳妇，彩礼给了，3金买了，那是我们家的诚意。但做我们家的儿媳妇必须懂规矩。我今天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个听话懂事的人。如果我转了呢？转了，你就是我们秦家的好媳妇，婚礼照常进行。我保证以后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。如果我不转呢？不转，那就说明你心里没有我们秦家，只认钱这样的女人。我们秦家不想要，自己掂量清楚。阿姨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我需要和秦泽远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他一个大男人还能管家里的事儿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你敢？秦泽远，你妈在我这里，她让我把18万彩礼和8万3金的钱还她。婉晴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妈可能只是想考验一下你。婚礼前1小时，逼我退26万，这叫考验。儿子，妈没别的意思，她要是真心跟你过，钱放谁那儿不一样。妈，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。婉晴，今天宾客都来了，你先顺着我妈一点，把钱转过去，婚礼结束我再让她还你。秦泽远，我不是问你怎么哄你妈，我是问你，我该不该受这个委屈？看到没，我儿子懂事儿，不像你这么犟。扫吧，别磨蹭了。这才像秦家的儿媳妇。钱退你了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苏婉晴，你敢耍我？不是您说的吗？钱退了，婚礼才能继续。现在钱归您，婚礼归我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不继续。今天最美的新娘苏婉晴小姐。婉晴，别闹，有什么事儿一是走完再说。刚才电话里你听见了，你没有拦他。那是我妈，她年纪大了，我能跟她吵吗？所以她可以逼我，你不能顶撞她。我被羞辱是小事，她不高兴是大事。今天你必须上台。您再拦我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大家都来看看，新娘收了钱不结婚。喊大点儿，正好我也录清楚点儿。周女士，婚礼前胁迫新娘转账，这叫考验，还是逼迫？你谁呀？我们秦家的家务事儿轮得到你管？苏明月，婉晴的姐姐，律师。姐，你别把事情闹大。我妹妹被你妈逼到婚礼前退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闹大？她已经转钱了，那就是自愿。你说不转这婚就别结，我录到了。你说嫁进秦家要懂规矩，我也录到了。自愿还是胁迫，法庭上很好判断。姐，我想走。走。婉晴，我求你先上台，我们家的脸丢不起。你家的脸不是我丢的。各位亲戚朋友，你们评评理，我们秦家彩礼3金都给了，他现在说不结就不结，这不是骗婚是什么？你现在低个头还来得及。你到现在还在让我低头。各位既然都在，那就听完整。不转，这婚就别想结。苏婉云，你先顺着我妈一点。这哪是骗婚，这是被逼的吧3天内书面道歉，钱原路退还。再造谣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他不是要钱，他是要毁你名声。婉晴，
妈在。婉晴，我妈就是气糊涂了，你别把她逼太紧。他逼我的时候，你也觉得他只是糊涂吗？小琴，你在我们家楼下。阿姨，我错了，我已经搬出来了，以后不会让我妈管我和婉晴的事儿。小琴啊，3年感情也不是一句分手就能断的。阿姨，我真的爱她。爱他，就是婚礼当天让他顺着你妈。妈，你先看这个。这份线索我还在核实，但它至少说明你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这样做。所以你今天不是来认错，是想让我们继续心软？阿姨，那都是别人乱发的。如果是乱发，你怕什么？你走，我的女儿不给你们家排练第3遍。婉晴姐，你还好吗？挺好，就是有点饿。瑞锦集团年度品牌策划案，我想交给你。这么大的项目，您确定？我看过你过去的方案，经历这种事儿还能站起来的人，能打硬仗。他很看重真实女性处境。主题还没定，你有1周时间。我今晚初稿。这不是把你的事业拖下水吗？苏总监，秦先生抱着花堵在公司楼下，还带了记者，说您不见他，他就一直等。婉晴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婚礼那天，我也差点不能没有你。可是你让我顺着你妈。我那时候糊涂。婉晴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人家都这样低头了，差不多得了吧？3年前对林之意也是糊涂吗？今天带记者来公司逼我原谅也是糊涂吗？他找你了。你不是在道歉，你是在镜头前演一个深情的人。我是真的后悔。真正后悔的人会先承担错误，而不是把镜头带到我的公司门口逼我原谅。今天的方案主题是由我决定。很多品牌都在告诉女性，你值得被爱。可真正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女性的人生总要等别人来选择？这主题会不会太尖锐？它不是尖锐，是现实。我们要讲的是，女性在关键时刻拥有说不的权利。举个真实场景。一个女人在婚礼当天发现自己即将进入的不是婚姻，而是一场服从测试。她选择离开。这个方案我要了。苏总监，有空喝杯咖啡吗？有些事儿我想亲口告诉你。谈项目。谈秦泽远。前几天匿名发给你姐姐的线索，是我让助理发的。我3年前也差点嫁给他。婚礼前，周秀兰让我退彩礼，还要我签协议，婚后工资交他保管，生孩子听他安排。秦泽远知道吗？他不但知道，还配合。最恶心的不是周秀兰坏，是秦泽远永远躲在他身后。他妈逼你，他哄你；他妈作恶，他装受害者。我不是来劝你恨他，我是来告诉你别回头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但你可以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。谢谢你。
他要回你。他们怎么能这么污蔑你？婉晴，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你？你明明什么都没做。妈，您别看，妈不怕，妈就是心疼。匿名号是你吗？你们别什么都赖我。我们已经固定证据，平台投诉和报警材料都准备好了。造谣、侵犯隐私、名誉侵权，够你承担后果。我只是想让他别那么风光，他凭什么凭这件事获得关注？够了，公开。苏婉晴骗婚骗财，害我儿子工作受影响，还要拿这件事赚钱。婚礼都没结成，还敢出来讲女性选择，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婉晴姐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要不要让保安处理？他冲着我来的，我躲了，他会闹得更大。你害我儿子被公司暂停项目，害我们秦家丢尽脸。周女士，你每闹一次，都在帮我证明我当初离开是对的。再碰他一下，现场监控和录音一起提交。婉晴，别把事情做绝。我妈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赢了还不够吗？我赢了吗？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毁掉。今天发布会开始前，我先回应门外的事儿。有人说我骗婚骗财，不转，这婚就别想结。你先顺着我妈，我只是想让她别那么风光。我把这些放出来，不是为了卖惨，是因为很多女人被伤害后，最先被要求闭嘴。我不闭嘴。辛先生，您是否参与了婚礼前逼退彩礼？停止骚扰及公开侵权成立书。自今天起，你不得再以造谣、围堵、胁迫转账、公开闹事等方式侵害苏婉晴及相关当事人。再发生，我们将依法启动违约赔偿程序，金额为50万，并同步追究名誉侵权、财产返还等责任。你们这是敲诈！你可以不签，那我们现在就起诉。录音、监控、转账备注、网络造谣证据都齐了。你就这么恨我？我不恨你，我只是要你停止伤害我。你不就是想赢吗？周女士，我从来没想赢你，我只是想从你们家活着走出来。苏婉晴，你别得意，女人再强也得嫁人，秦泽远照样能找到更听话的。婉晴姐，秦泽远真的又订婚了，女孩叫许清河，婚礼就在3天后。秦泽远说，你一直纠缠他。我不劝你分手，也不劝你结婚，我只把已经核实过的真相给你。他说他会保护我，他也这么跟我说过，也跟我说过。可是请柬发了，酒店订了，我爸妈亲戚都知道，现在取消，我家会被笑话。我懂，那天我也怕我爸妈被人笑话，怕亲戚朋友指指点点，怕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么打水漂了。我怕丢脸，怕别人议论，怕我妈难过。可是清河，丢1天脸和委屈几十年不一样。清河啊，阿姨想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彩礼18万，3金8万，你明天婚礼前先退回来。为什么？不是退，就是先放阿姨这儿。结婚后都是你们的钱，阿姨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一心跟我们泽远过日子。如果我不退呢？不退
就说明你心里没有我们秦家。清河，女人嫁人不能太计较钱。这是秦泽远的意思吗？他一个大男人不管这些，但他肯定听我的。他们真的连台词都不会。你现在可以选择停下。我想听，可我爸妈怎么办？他们已经请了那么多亲戚。那就让你爸妈也知道真相。清河，你怎么突然叫我过来？彩礼18万，3金8万，你明天婚礼钱先退回来，不是退就是先放阿姨这儿，结婚后都是你们的钱，不退就说明你心里没有我们秦家。你说你会保护我，现在你给你妈打电话，告诉她彩礼不退，婚后也不许插手我们的生活。打，叔叔，这么当面逼我不合适吧？我妈年纪大，受不了刺激。所以她能刺激我，我不能刺激她。清河，你别被苏婉慧带偏，她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见不得的不是你好，是你继续骗。婚礼取消，叔叔，亲戚都通知了，现在取消，许家的脸往哪放？今天就算被亲戚议论，我也不让我女儿进你们秦家的门。妈不怕丢脸，妈只怕你受委屈。不，婚礼照常。清河，妈支持你退婚，但你别拿自己冒险。妈，我不是冒险，我是不想让他们继续骗下一个女孩。你不用证明给任何人看，你现在离开也已经很勇敢。钱可以转，但证据、账户、时间节点全部可控。转账后立刻要求原路退回，一旦拒退，现场报警并走诉讼。录音、监控、证人全部提前安排。瑞锦有专业设备，我来处理大屏和音频。我配合，谁敢伤我女儿，我第一个报警。清华，别闹了，明天乖乖上台，我会补偿你。妈，明天照老办法，先拿出钱，他不敢当众翻脸。害怕吗？怕也没关系，妈明天就坐在第一排，你回头就能看见我。这次这个儿媳妇懂事儿，不像之前那个心眼太多。清华，彩礼和3金现在转给阿姨。阿姨，今天婚礼马上开始了，为什么非要现在？就是现在才看得出真心。女人要是真想嫁，关键时候就不能计较。这是秦泽远让您来的，他当然知道，我们母子一条心。我要是不转，这婚就别想结。这就对了，阿姨早说你比苏婉晴懂事儿。你干什么？钱退你了，这婚我也不结了。你敢耍我？周女士，这一次录的比上次还清楚，同一套戏演3遍，您不累，观众都腻了。不准，这婚就别想结。关掉，马上关掉！这是新娘安排的。各位亲友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有婚礼。今天我只想把这场婚礼前发生的事当众说清楚。你胡说，是你自愿转的。不转，这婚就别想结。现在，你还要说你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妈，明天照老办法，先拿住钱，他不敢当众翻脸。不是，那条消息不是发给他的。对，本来是发给你妈的，可惜发错了。3年前，你也是这样。你妈逼我退钱，你装不知道。我的婚礼上你还是这样，你妈逼我退钱，
你让我顺着。你先顺着我妈。到我这里，你还是这样。只是这一次，你们发错了消息。你们3个女人联合起来害我！不是我们害你，是你的剧本演砸了。你们就是合起伙来针对我们秦家。周女士，注意你的措辞。你签过停止骚扰承诺书，再公开造谣和干扰，违约程序会启动。爸，你快说句话，他们合起伙来毁我。老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些人赶出去！今天这场婚礼取消的对。爸，林之义那次我装不知道，苏婉晴那次我沉默，许清河这次如果我还不说话，我就真成了帮凶。你疯了！你帮外人？他们不是外人，他们是被我们秦家伤害过的人。泽远，你妈逼人家，你装无辜；你妈唱白脸，你装好人。你不是孝顺，你是懦弱；你妈作恶，你递刀。我们许家宣布婚礼取消，损失我们承担，但我女儿不进这种门。妈不怕丢脸，妈只怕你委屈。你把钱还我！错了，是你先退钱。周女士，你之前签过停止骚扰及公开侵权承诺书，今天你再次公开造谣干扰苏婉晴，同时以婚礼为要挟，胁迫许清河转账26万。苏婉晴这边违约赔偿程序启动，许清河这边财产归还和侵权追责同步启动。我没钱，你们这是不留情面！我们不是不留情面，是每一次都给过你停止的机会，可你一次次把别人的退让当成可以继续伤害的理由。没人要你的命，我们要的是你停止伤害别人。3年前我没要赔偿，是我不想回头看，可你的沉默没有换来收手，只换来下一次受害者。秦泽远，从今天起，我不是你的新娘，是你的证人。清河，我真的错了。妈，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？你伤害林之夜，伤害了苏婉晴，伤害了许清河，也把我自己推到了这一步。你现在怪我？哪一次不是你点头的？是，我点头了。你唱白脸，我装无辜。我不是受害者，我是共犯。你真要离？我沉默了半辈子，不想再沉默了。你去哪儿？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学怎么做人。我曾经把懦弱说成孝顺，把逃避说成两难，把控制说成爱。我不求你们原谅，只承认我错了。各自和承担。婉晴姐，你会原谅他吗？道歉是他的事，不回头是我的事。3年前我要是等他的道歉，我可能到今天都走不出来。我承认逼苏婉婷和许清豪在婚礼前转账，承认用彩礼测试儿媳，也承认自己的控制欲伤害了别人。他终于承认了。瑞锦追加投资，由我决定要升级成年度核心项目，负责人还是你。由我决定正式成为年度品牌战略，苏婉晴团队全程负责。公司升你为项目总负责人，独立带团队。谢谢，我会做好。不是谢谢，是你值得。婚礼当天取消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那天我不是失去婚姻，是保住了自己。我也正在被逼签婚前协议，我男朋友也总让我顺着他们。谢谢你们，我突然觉得我不是一个人。妈以前差点心软，差点害了你。以后谁敢欺负我女儿，妈第一个不同意。
你家婉晴婚礼当天走了，以后不好找对象吧？我女儿不是没人要，是她不要错的人。妈今天没怂，妈真厉害。以前妈总觉得女人结婚要忍，现在妈知道了，忍坏人就是委屈自己人。陈女士进步很大。妈，你还做笔记？我报名社区志愿者了。以后谁家女儿遇到这种事儿，我也想劝一句，别为了面子赔上一辈子。周女士，你签过承诺书，不能骚扰。我不是来闹的，社区让我参加家庭关系课程，我以前不想去，觉得丢人。今天来是想把这个给你们看一眼。老师问我为什么觉得儿媳必须听话，我说因为我年轻时也一直听话。我以为熬成婆就能让别人听我的，我以前觉得是你们害我儿子受影响，现在才知道是我把他教坏了。你受过的苦不该传给别人，但我不会替过去的伤害按下取消键。我知道，我今天不是来求原谅，只是来告诉你，我会去上课，也会按程序承担责任。你当初离开是对的，是我错了。他能不能真改不知道，法律程序也不会因为这句话停下。我不需要原谅他，至少这一次他不敢再伤害下一个人。婉晴，项目获奖了，年度传播大奖。婉晴姐，明天你要上台领奖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在想要说什么。说你赢了？不是赢，赢听起来像我和谁打了一架，其实我只是从一段错误组关系里走出来。可我们看着你一路走过来，真的觉得你赢了。稿子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这个奖不属于我一个人，它属于每一个在关系里勇敢说不的人。我们不是反对婚姻，我们反对的是用婚姻控制一个人。真正好的感情不会让你变小，不会让你失去选择，更不会让你把委屈当懂事。我曾经以为婚礼当天离开是我人生最丢脸的一天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保护自己。你真的做到了。集团决定成立女性成长专项计划，继续由你负责。婉晴姐，这不是结局，这是开新副本。婉晴姐，又有女孩求助。我明天也要结婚了，可我现在很害怕。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准婆婆要求我婚前签协议，工资交给婆家，第一胎必须生儿子，婚后不许继续做现在的工作。男友说，老人就是想安心，你先签了，婚后我再哄他。又是先顺着，这句话真该列入危险信号。孩子，阿姨只说一句，面子没有你一辈子重要。我想见你们。我不是不想逃，我是不知道逃了之后谁会站在我这边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别为了面子委屈一辈子。秦泽远没有再联系苏婉晴，后来有人说他去了外地，从基层销售重新开始。某次公益捐款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匿名名字，金额不大，却连续捐了3个月。婉晴姐，你觉得是他吗？是谁不重要，敬我们都没有成为别人的附属品，敬我们及时醒来。最后一句你来。敬由我决定。别哭，妆会花。这一年，我听过很多人问，女人是不是太较真了？可我想说，尊严不是较真，边界不是冷血，说不是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遇到好的爱情，但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怕，
越来越不像自己。请记住，你可以停下。那天，他穿着婚纱站在化妆间里，被逼着退26万。那时他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场婚姻，后来他才明白，那不是失去，那是他人生真正开始的那一天。